司老，里面情况怎么样了？不是说好的10人进入万磁，可我只感应到了2人。2人？难道接应之人没碰到殿下？去查查怎么回事。这2人修为如何？殿下只有先天境，但另外一位老朽竟然有些看不透。不过从他气血上感觉应该不过20岁。那就好，20岁顶天了，算他入微境。苏静言那个老匹夫倒还算讲规矩，没有让他踏入修炼，意图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很好。阁主，那位殿下不懂修炼，我们安排的人没有带他进入，这场考验恐怕不容易完成。不，小静，这万死不辞的考验，实则是对他的改造。他这16年来从苏静言那儿学的，那只不过表面上的东西，真正的东西他需要从现在开始学习，而这个任务便由我们泰安殿来培养。此老放心，我鬼命书生向来说话算话。100年前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才捕获了这只强大鬼祟。为了我们计划，你已寄身于他，在此地苦等100年，也算是我泰安殿最大的功臣。是时候该离开这小镇了，给你准备的香火庙自然不会小。放心，虽然那小丫头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想从里面走出来，就必须要以血立规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通知上去，让上边将我们铺设的路给咱们殿下一一展开。是。我连杀鸡都未曾，现在却让我去屠戮成千上万的人。陈大哥，你说他们如此安排这场考验，是不是就是为了锤炼我？锤炼？天真！若那些人真要将他炼成合格的帝王，早该从他出生起就把他丢进江湖草莽、朝堂诡谲中摔打磨练。五指不沾阳春水，怎知家色之艰难？连一碗面多少钱都不知道，又谈何治理天下、体恤万民？明明是一个很聪明的丫头，却被他们摧毁成这样。洛离，你有你的帝王路要走，我有我的镖路要趟，咱们不是一路人，我无法给你指路，你脚下的路只有你自己迈开腿才能走出来。陈官这番话看似在撇清关系，实则每个字都在给我指路。我自幼被圈在深宅，苦学帝王之术、权衡之道，熟知家族过往，却从未沾染丝毫杀伐与鲜血。原来我缺的是这个，但为何偏偏要在大周此地逼我直面这最重要的一刻？那些人这般安排，究竟是刻意束缚，还是无心疏忽？陈大哥，你可以带我走出去吗？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洛离的路由我自己来决定，也由我自己来选择。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安排我，更没有资格来指点我。这丫头悟性挺高啊，唯有靠自己踏出一条专属的人生路，才不会无端酿成世间祸乱。倘若她顺着幕后之人的剧本，途径证明立规破局，便等于全盘接受摆布，往后只会一步步落入圈套，变成没有自我任人操控的提线木偶，沦为替旁人私欲开路、嗜血冷酷的傀儡帝王。我确实可以带你走出这片怪谈规则，但你要明白，这是他们给你的考验。如果我将你带出去，你就失败了。陈大哥，你只管带我出去，其他的事我自己来就行。我加钱。你这才有点帝王的料。感情只有加钱你才会夸人呢。不过这就当你认可我了吧。我们应当是在路过这片小荷塘时，西下的夕阳恰好将我们的影子投射进了荷塘之中，于是那个东西便带走了我们的影子，将我们无形中拉进了这个规则形成的世界中。规则的形成一般都源于人的强烈怨念、天地的煞气交汇，以及世间万物的规矩纠缠。这鬼域的所有杀招都建立在他对万死不辞4字的扭曲之上。他把自愿的信义变成了强制的枷锁，把双向的契约变成了单向的奴役。但他从来不是单向的锁链，而是双向的绳结。外来者一旦承接村民请求，完成的任务越多，耗时越长，就会和鬼域牵变越深，任务会逐步触及鬼域核心运转层面，
一步步将人拖入规则深渊。正常应该是阴间入阵，顺着任务触碰到规则深处，找出漏洞，但太麻烦了。走，咱们直接去接触规则核心。怎么又是这么多怪？没有群攻刀法，只能一只一只砍过去了。等打完出去看看能不能合一个出来。怎么这么多啊？不对劲，老夫怎么并没感受到他们像预想中那样进入阳间以血立规呢？快助我镇压规则！泰安阁用香火奉供了100年的怪谈规则，竟然被破了。当初耗费30年和无数天才地宝，才成功让此老跻身于上，可以将鬼祟带到任何地方，足以顶千军万马。不可能，绝对不是洛离，一定是那个陪他一起进入万祠的男子，岂有此理！回阁主，暗影殿安排接应殿下的10名暗狼卫，在镇北关外30里处全部被人枭首。每一个都是通玄境之上的好手，且精通合击刺杀之术。那人究竟什么实力？有了这个规则能力，那往后碰到鬼祟可就简单多了。没有群攻技能真吃力啊，得提升一下实力了。把这么多年的积攒下来的家底整理整理，留几个重要的，把其他词条3合1融了试试，能不能抽个厉害点的新词语出来？靠，9个词条就换来这么3个玩意儿，不行，我不服，把这3个垃圾梭哈！还能无限叠加攻击力，哈哈哈，无敌了！喂，走了，去小镇里面看看。要是没有城关，恐怕真的要困在那鬼地方了。可恶！
如修，这世道如修可不多见。泰安阁右护法张文见过少主。请起。完全看不透这个人的实力，但能破出万次这种级别的鬼祟，此人绝对不简单。不知这位是？这位乃是大云皇朝的标人陈官。幸会陈标师，我们三人正是奉命前来接应少主回家，接下来的路便由我们来护送便可。不用。如果在进入万慈之前看到这三人的态度，或许我真的会点头同意，但现在我算看清了，这帮人根本没把我当成少主对待。这位少主怎么不像是原计划中的那样涉世未深呢？这似乎要脱离我们的掌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陈镖师与我等一同随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不喜欢身边跟着碍手碍脚的狗腿子。你们想造反复国是你们的事，等完成了我的任务，你们爱带他去哪造反就去哪造反。你，殿下，您怎可将如此机密之事告知一个外人？陈镖师乃是可信之人，至于护送我前往上京城这一路，就不劳三位费心了。不行，我等谋划百年，最重要的环节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复国，而全系于洛离一人之身。倘若真的让他到了上京城，落入大周的狗皇帝手中，那这百年的谋划就等于前功尽弃。果然，这些人并没把我当成未来要辅佐的君王。殿下息怒，是属下情急失言。属下知道您是因我等设下万此一举考验您而心生芥蒂，但您要知道，帝王气魄，首重果决。这世间从未有哪个皇帝的王座下不是尸山血海。我们此举既是考验，也是磨练。如果您连这区区规则演化的血腥都无法承受，我们又如何能辅佐您完成复国大业？读书人嘴确实毒哈，这话确有几分道理。帝王之路必见血腥，必有牺牲，这无可厚非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这条路径是我自己选，还是被身边所谓的忠臣架着走，成为一个被野心家推到台前的祸根。多谢张阁主的谏言，也感谢你们为我亲手打造的这条历练之路。这条路很好，我并未责怪你们。不过，我洛氏的复国路要由我这个公主来走，而此路也必将成功。你们先行离开吧，人多反而不方便隐藏行踪。等我见了舅舅之后，一切再从长计议。不对，不对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这个小丫头竟然真的脱离了我们的掌控。苏静言，不可能，我们之间有约定，将洛离困在三河县，只教他纸上谈兵的帝王之术，却从不让他真正涉足江湖。苏静言那老东西绝不敢在这件事上动手脚，他也没那个胆子。洛林如此信任这个镖人，定是听信了这个镖人的什么谗言，而且这个家伙也绝对不简单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敢拔刀，我可就全当你们是来劫镖的了。殿下，您千万不要听信此等小人的谗言，属下严重怀疑这个人有问题。陈大哥有没有问题，我心里有数，请你们退开。殿下，此人明知我们所行乃是谋逆大罪，却还敢大摇大摆地将您护送到这里。这种人如果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那就只能是为了求财。您可知，您现在的悬赏金可是100万两。没给钱还敢这么诬陷老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何主小心！多管闲事，销售斩10%的销售必杀效果，被这个不开眼的家伙给碰上了。触发血图八方被动，攻击力提升10%。好快的刀，岂有此理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殿下您也看见了，此辽的真面目已经被我们戳穿了，这就直接翻脸杀人灭口了。放肆！看来洛离已经彻底被这个镖人带离了我们100年的布局。但我不信啊，真有人啥也不图，就为了所谓的诚实慎信，冒着死的风险护送一个反贼头子深入大周京城。这事一旦败露，即便是个镖人也难逃诛九族的下场。这是人啊！好，殿下，那属下今日就让您看清这个小人的真正嘴脸。那属下今日
就让您看清这个小人的真正嘴脸。真当老子是个菜鸡是吧？不好，司府镜！这怎么可能？小小的三河镇，怎么可能会有子府镜的标人？好你个苏敬言，竟敢违约！论境界，张文也算是子府镜，但这个男人的刀法太快了，连我的神识都无法捕捉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子府镜，连我恐怕也不敌。不行，损失1名阁主和3员大将，此事必须禀告苏盟主。你不觉得现在耳边清静多了吗？我没让你加钱就不错了，说谢谢。这复国之路似乎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且阴暗，而且这张文的态度明显有问题。但这3人一看修为就不简单，这全给砍了，我到时候怎么和舅舅交代啊？陈大哥，我要不要想办法易容一下？不用，你要是实在嫌自己长得丑辣我眼睛，就戴个面纱吧。我是怕那通缉令会给我们这一路招来很多大麻烦。你现在才知道有大麻烦了。不过你这不掩耳盗铃吗？这确实，简单的易容，只要有点眼力的武者都能看出痕迹，反而会增加更多注意。不过陈大哥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说我这通缉令早就已经发布了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大范围传开？你说会不会是我小姨干的？如果是你小姨，那就说明她一开始就知道这一路的刺杀注定失败，而且她也会把你的具体动向和时间透露给大周皇帝。那样的话，边境早就是天罗地网了，根本不会让你入境。可这一路我们几乎没碰到任何大周官方的杀手，这就说明大周皇帝根本就不知道你从哪里入境，只能先发布通缉令，让贪财之人提供线索。如果不是小姨，那就只能是我那从未见过面的舅舅苏文渊那边出了问题。行了，先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一会儿跟我去镇子里的标人联盟据点看看，然后再找间客栈休整一晚。好。昨天从标行盟会接到了罗通等人留下的消息，他们已经先行朝着上京城方向去了。也不知道这几个老家伙看到那100万两的悬赏能不能顶得住啊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说说你舅舅那边的布局，给我解解闷儿？我舅舅骆文渊乃前朝镇北王次子，我那位王叔一生喜好游历江湖，也正因此侥幸避过了那场灭国之灾，保留了一部分我骆氏皇族的旧部势力。即便是最普通的子府镜，都有着近300年的悠长寿元，能孤身游历江湖，这位镇北王想必实力不低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位镇北王很可能还没死。我不知道，如今我骆氏幸存旧部，大多是当年不在上京城的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其中便属我舅舅骆文渊这一脉，还算得上是皇室宗亲，也因此一直是由他在主导着我骆氏的复国大计。皇朝继位最讲究血脉传承，正统延续。那镇北王一脉同样也算是皇族血脉，同样有资格继承大统。只要他们想办法弄死洛离，这个正统皇室血脉，他们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继承梯队。自古无情最是帝王家，留着洛离一定有点说法。你之前说你们准备了100万大军，还有数十个江湖组织势力，除了昨天见到的那个读书人，还有哪些？那人名叫张文，来自泰安阁，是一个传承了数百年的顶尖帮派。像这样的江湖帮派一共有25个，大多是当年受过我父皇资助，如今愿意助我复国，也算是偿还当年的恩情。你笑什么？他们本就是我父皇当年留下的暗棋。那大周狗皇帝早就开始大肆清算旧臣，他们如今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到了极限，若不跟着我一起反抗，迟早也是被大周朝廷歼灭的下场。他们帮我，也是在帮他们自己。我就是突然想到了高兴的事情。那森罗殿呢？这也是你父皇帮衬过的势力。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。那其实说白了，真正幕后头领都是那个苏文渊呗。100万大军隐藏在上京城周边关隘之内，江湖组织已经分散渗透进了大周境内各个势力中。
只等你到位，到时候振臂一挥，表面听上去确实天衣无缝啊。那是天真的丫头，想要推翻一个庞大的王朝，可不只是单纯的造反推翻那么简单，其中必然牵扯到国运、民心、局势与血脉的衰败。当初子霄的灭亡，定与子霄皇自己脱不了干系，肯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诡秘因素。陈大哥，这一路去往上京城，难道你就不怕吗？你可算是一个制造了灭国之战的罪魁祸首，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。怕？我怕你在这路上被人砍死，我这钱可就拿不到了。哼，本来是想让陈官送我到大周境内与舅舅的手下会合后，便让他自行离去。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坚定，非要独自送我去上京城。舅舅派来的人见一个砍一个。无常阁副阁主殷人求见盟主。进来。出什么事了？盟主，殿下恐怕要脱离了我们的掌控。哦，说说具体情况。殿下进入大周，身边带了一位子府境标人，名叫陈官。此人行事霸道至极，按影殿安排的10名顶尖护卫，全被当作劫镖匪徒尽数枭首。泰安阁设下的万磁鬼祟也被此人强行破除。甚至连副阁主张文以及他手底下2名堂主也被尽数枭首，竟有此等彪人！这种切守自身规矩，连造反的彪都敢护的彪人，在这世道上可不多见了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苏敬言那家伙故意为之的？哼，这个还用说。那老家伙到头来还是心有不甘啊，竟然给老夫留下了这么一颗硬钉子。盟主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们2人已经在来上京城的路上了。一旦殿下进入上京城，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准备了100年的计划，很可能要前功尽弃。老殷啊，说过多少次了，万事要镇定，急则生乱。子府境虽然算得上是能镇压一地的高手，但他终究是一个人，只要是人，就必然有他的欲望和追求。我问你，他为何会冒着天大的风险护送一个造反公主入上京城？这，盟主，您的意思是，那个叫陈官的彪人也想在这场复国之局中分一杯羹？那你也太小看人的欲望了。所谓的彪人恪守规则，只是在追求他们心中的目标，信仰也只是彪人的鬼话。在先古时期，这样的彪人都不多见，更何况是如今这个乱世。如果本盟主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彪人的年纪应该不大吧？盟主果然料事如神。据说那陈官年纪不足20岁的子府境。我那侄女洛离年纪也不过16，她有一半的影族血脉，这一族被称为上天的宠儿，天生丽质，容貌倾城，便是放在这10大皇朝，那也是拔尖的存在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100年前的子霄皇，不就是碰到影兰皇后才酿就这个悲剧吗？盟主，那小子难道是想屠人？哼！吩咐下去，先对症下药，如果不识抬举，就让他直接消失。我逆天盟多一个子府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。记住，不计任何代价，必须让那丫头走完我这个大伯为她100年铺垫的复国之路。今日开始，你们25殿先按照计划行动起来。是。对了，一定要在周天元没接触洛离之前，让他走完本盟主为他安排的帝王洗礼。这天下已经让姓周的做了100余年，也该还回来了。本王就先送他这第一份礼。姑奶奶，
你又咋的了？陈大哥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复国？你妹的！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些？怎么给他心态说崩了？你不要问我该不该复国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问问你那死去的父皇母后。没错，我要为惨死的父亲母亲讨回一个公道。多谢陈大哥提点。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苏静言这个死鬼老头，如此放心的让这么一个丫头片子来复国，原来是因为她压根就不是那块造反的料。这丫头到底有什么底气，就敢孤身前往？难道就靠她那个舅舅骆文渊？二位是？在下乃镖人陈官，正护送这位小姐走亲戚。我乃大州镇南军十字坪指挥使。不瞒二位，本使刚收到紧急军情，说有一支妖祟血洗了前方的百元镇，看二位的方向，应该是刚路过那里吧？是的。可有妖祟屠镇？全镇上下无一活口。什么？这位陈镖师，你可知那是什么妖祟所为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一只千年画皮妖。镇子上数千人的心全都被挖走了。什么？千年画皮妖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望念山镇镇压的那只千年画皮妖破除封印了？传令下去，东南全境立即进入1级戒备，命庆安郡据守，即刻800里加急上报朝廷。是。多谢陈镖师告知。帮人就是帮己，路太平了，我的镖也好走。不过那只千年画皮妖刚收集了数千颗人心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次作乱。你们眼下要做的是立刻封锁消息，安抚民心。确实，如果此事传开，必然造成地区动荡，百姓惊慌之下四处逃难。多谢陈镖师提醒，分出一队护送这2位前往庆安郡城。多谢。那家伙怎么带着殿下跟朝廷的人勾结在一起了？不知道，无论这个镖人有没有跟大周朝廷勾结，此事必须上报。是。那只画皮妖呢？回殿主，那只画皮妖现在躲起来了。他说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岂有此理！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吃货？回殿主，盟主那边能打开的封印有限，而且这也是为少主安排的一场历练。只是前面的几场都让那镖人给搅黄了，属下也不知这一场会不会。你怎么不早点提醒？百年精心布局，一环扣一环，帝王之路试炼，短短500里路全部落空，尽数毁在一个小小镖人手上。行了，先盯着他们，听盟主的指示。陈镖师，已安全到达庆安郡，我等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多谢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昨日才在野外歇过，今日又刚到郡城，怎么还要休息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刀就要六亲不认了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这家伙难道又是想让我掏钱？不过钱倒无所谓，现在只期盼舅舅安排的人不要再来接触自己了，否则还没等到上京城，这些年培养的那些好手，真要被这个不讲理的家伙给杀光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是抵达上京城，不再停留，日夜兼程。小郎君，看你的打扮，应该是位镖人吧？在下大云皇朝镖人陈官。如此年轻的镖师倒是少见，不知小郎君可曾婚配？真是不要脸，才刚聊了几句，就聊到婚配上去了。怎么，你们是想将这丫头许配给我吗？人家问你有没有婚配，你指我干嘛？只要小郎君愿意，又何尝不可？不对劲，这群人搞不好是人贩子。长得也有点丑，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。如果你们还有别的姑娘，倒是可以让我见见。我哪里丑了？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有着什么样的目的，3息之内给老子退后1丈，否则老子便视你们为劫镖之人。怎么这么冷呀？上一次敢用这种口气跟我白骨娘娘说话的人，还是在100年前。上一次敢用这种口气跟我白骨娘娘说话的人，还是在100年前。陈官，不要以为你一个子府境就没人能治得了你。是吗？至少你们这些人还治不了我。想让他跟你们一起造反，就给老子滚去上京城，老老实实的等着。等老子将这小丫头安安稳稳的送到太傅府，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都跟老子没关系。但现在
别妨碍老子赚钱，简直狂妄至极！区区一个镖人，竟敢将复国大事视作儿戏，从未见过这般无法无天的家伙。我们昨夜查实，他并未勾结大周朝廷，镇南军也只是顺路护送，无凭无事，却敢肆意挑衅我盟，不惧朝廷律法。这小子到底在盘算什么？根本让人捉摸不透。放肆！你们眼中当真没有我这个殿下？殿下，我等来此都是为了您的复国大计，而这个陈官处处与我等作对，已经打乱了我们的百年大计。他这分明就是在阻拦您复国。当我是傻子吗？你们是在为自己复国，还是在为我复国？殿下，您误会了，属下只是以此试探一下陈镖师，看有没有亏欠你的美色。现在我们已经验证他人品绝对没问题，但他突然出手斩杀白堂主，与我断月殿结仇，我等可以不计较，但也已经不适合护送你去往上京城了。接下来就由我等护送吧。又是试探，这些人都把我当傻子糊弄。不需要，你们回去告诉我舅舅，复国之路可以由他来谋划，但我脚下的路必须由我自己来走。你们现在立刻给我离开，一切等我到达上京城，与他会合之后再说。这丫头的蛮横不讲理的劲儿，总算是用到别人头上了。殿下，此次复国大计，我断月殿上下13200口人，全都将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。谋逆之事一旦失败，结局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你现在必须按照盟主的计划，随我等一同进入上京城。这连哄带吓都用上了，说得好听，什么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要不是为了满足心中的那些私欲，谁敢豁出命去？如今我能信任的人，怕是只有陈官了。一共是13个，子府境4个，通玄巅峰5个，人有点多啊。你这个得加钱啊！这个家伙护镖，居然还坐地起价！加多少？你报数。他们胆敢阻拦，杀无赦！好，爽快！这9个家伙每人10两，一共就算你90两，剩下的菜鸡算赠送。给你们3息时间滚蛋，否则老子就当你们是劫镖的。区区一个刚入子府境的毛头小子，口气竟然如此之大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给本店主去死！不对，他一定是掌握了一门上古时期的刺杀身法。所有人速速摆阵，开启护体罡力，防他近身刺杀。本来能白赚一笔，这群人偏偏贪心不足，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中奖了啊，朋友们！这10%的概率都能被你们直接碰上，这搞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们倒霉还是运气好。血屠8方叠加10倍刀气，此条无境界压制，难怪一击必杀概率直接拉满。帅不帅？你这钱加的值吧？来来来，别愣着了，这一笔的白条赶紧给我补一下。不错，这一路算是适应了厮杀场面，接下来到大周之路能顺畅多了。哼！这是子府境战力波动，整整4位子府境高手陨落于此。快封锁现场，立刻通知郡守大人，将此事以最高级别上报朝廷。短短2日，先是千年画皮妖血洗百元阵，如今又有4位子府高手尽数陨落，这庆安郡的天怕是真的要乱了。断月殿派出的顶尖强者全军覆没，这损失可谓惨重啊！断月殿那些蠢货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派人去处理现场，结果这些人的尸体完完整整的落到了朝廷手中。哼！当初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你们7人为何不派人盯着？
盟主息怒，我等也未曾料到会是这个结果。4位子府境，外加9位通玄巅峰的高手，谁能想到会全部折在一个镖人手中？叶枫，将殿下帝王之路交给你泰安阁，你就是这么给办事的。传令下去，命影部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抢回那13具尸体，抹除所有痕迹。是。具体说说那个陈官。这个横空出世的家伙，直接将百年的布局捅了个对穿，打得满盘皆乱，甚至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逆天盟的存亡。这一切仅仅发生在这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里，这谁能信？盟主，根据属下调查来的结果，此人生于大云三河镇，据传此人极为贪财，无论是人还是物，只要肯掏钱，连阴碎的活他都照接不误，并且什么地方他都敢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押镖10年，从未失手过。如果真的贪财，玄镜司那100万两的悬赏令，他早就接了，何必与我们为敌？我开始一度怀疑是假消息，但再三确认后，才敢将这份情报呈上来。他到底图什么？好你个苏静言，好啊，好得很！你竟然妄想用一个镖人来阻止我落师复国！盟主，据我打探到的消息，那苏静言已在殿下出发之前便重病去世了。去世？哼，那个老鬼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去？就算你们都老死了，他也不会死。这个确实，苏静言能坐上胡国国师这个位置，靠的不仅仅是他那谋算之能，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实力。苏静言假死脱身，显然是算准了此局的成败，也违反了100年前的约定。现在想找到他，几乎不可能。此乃龙脉煞影，去放出那些老朋友，让他们助你们一臂之力。龙脉煞影，这可是能够解除大周龙脉镇压，释放封印了数百上千年的大妖大魔的禁忌之物。必须在3天内夺回洛离。是。这一路出奇的风平浪静，只不过这丫头好像患了失语症，一路上除了手渴了饿了喊几声，就没说过多余的话了，还真有点不习惯了。怎么，发现造反不是那么简单了？陈大哥，我发现我这一路好像都走错了。你妹的，这心态不会真的崩了吧？这一路走来，我才发现，我所掌握的一切，只适合让我去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帝王。我根本不适合去走这条布满荆棘与鲜血的复国之路。说说，为什么不适合走这条复国路？因为这条路完全掌控在我舅舅手中，我不清楚他的计划，但我知道，按照他安排的路线走下去，我必将成为一个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女帝。难道你见过坐上那位置不沾鲜血的帝王？我紫霄皇朝的历代先祖手上确实都沾满了鲜血，但流的每一滴血都有其意义。可我舅舅为我打造的这条路，却将屠刀伸向百姓，伸向那些为国戍边的将士。你这样还真有点未来女帝的样子。
是人脑为实的山魈，妖祟与魔祟的结合体，与画皮妖同属一个级别。吴刚脱困，便有如此新鲜的脑子送上门来。大胆妖孽，不想被挫骨扬灰，就随老夫回镇魔塔。是你，老东西，那就先拿你开刀！天锁困兽！你妹的！还以为这老家伙有多厉害，结果一招就被这怪物给秒了。就这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被镇压了200余载，实力怎会不减反增？刚才老者的话只有一个可能，在镇压期，有人一直偷偷的投喂他。既然你这老鬼不识抬举，那就让吾先尝尝你的脑子。走吧，那怪物不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张将军，带着兄弟们先撤，立刻向上京求援，这是命令！撤，前往广安郡，让郡守派兵增援。老东西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跑掉？兄弟，别愣着，赶紧快跑啊！这恐怖怪物竟然就这么被一刀给秒了！多谢少侠救命之恩，敢问恩人尊姓大名？镖人陈关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将此事原本上报朝廷。陈大哥，刚刚明明可以不用死那么多人的，你为何不出手？你能看出你舅舅有问题，能看出你这条复国之路有不对，那就说明你已经走对了你自己的路。只要你自己走得稳，走得正便好。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找清你自己的位置，走好你脚下的路，想想你自己应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。陈大哥，我知道了。陛下，800里加急。念。启禀陛下，关内5州境内，于这3日之内，有5只千年大妖与3只千年狮王接连破除封印，逃脱而出，已在各州府造成数万平民伤亡。各地守军正调兵遣将，全力镇压。看来是他来了。他来了。陛下，您说的是那洛氏遗孤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值得躲在阴暗中的那些人如此兴师动众？若是寻常的镇魔塔，年久失修，跑出来的也该是不成气候的小妖小怪才对。可偏偏这3日之内，连续8只千年妖魔破风而出，这每一只
对我大周而言都是一场浩劫。这正是削弱我大周国力的最佳时机。看来洛北王始终是没有放弃啊。陛下，这洛氏余孽蛰伏100年，显然早已准备好了一切。这次真的会撼动我大周国运啊！连你都知道的问题，朕又岂会不知？那你说说，朕现在应该怎么做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当立即调遣镇魔司、镇妖司，全面加固关内所有镇魔塔的封印，绝不能让其他的妖魔再脱困而出。否则，等洛氏遗孤一声令下，那些洛氏余魔以及他们掌控的那些妖魔，就能直接掀翻我大周的江山社稷。朕也想啊，但无论加不加固封印，他来了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对了，陛下，镇压在平阳郡镇魔塔的那头千年山魈，刚一脱困，就碰上了镇魔司的王元。王元怎么样了？他被那山魈当场击成重伤。什么？那山魈惹到了一位路过的镖人，被那位镖人给一刀斩了。镖人？怎会有如此厉害的镖人？一刀斩杀千年山魈，那至少也是子府巅峰。据军报推测传来的消息，这位镖人很可能是斩杀那13位江湖游侠的凶手，砍头切口平诊一致。只是此人身份太过特殊，兼之有着一刀斩杀千年山魈的恐怖实力，下面的人不敢擅传，这才将消息上报，还望陛下定夺。我大周境内何时出了这么一号厉害的镖人？既然以前名声不显，那就说明这位镖人很可能不是我大周之人。难道是？有没有查明那13位江湖游侠的身份？回陛下，暂未查明。不过，这些人最低修为也是通玄中期，其中更有4位是子府境高手。连子府境都出动了吗？难道是因为他？那镖人护送的是不是一个小丫头？陛下果然料事如神，他护送的确实是一个小……那小丫头该不会就是……这几日收到的所有消息，竟与当初苏敬言传给我的那封密信预测的时间完全印证。速速查明那13人的身份。诺。800里加急。宣。陛下，那13具尸体在运往的途中，突然被一股不明势力的人劫走。混账！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行了，退下吧。传朕旨意，命镇魔司、镇妖司、玄镜司3司齐出，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各地妖魔。令命镇北军、镇西军即刻拔营，全速向京师集结，让宗人阁阁主立刻来见朕。我要与那前朝余孽在此皇城之下决一死战。诺。臣刘敬宗见过陛下。刘爱卿免礼。国战将起，如今这大周朕能信得过的人不多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现在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我大周来了个镖人。还有800里就到大周上京城了，这走了快1个月，总算是要到目的地了。
也不知道你这死丫头片子，到时候还不还得起。行了，起来了。我们这连续赶了1天1夜的路，你就不能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吗？哼，你也是武者了，几天不合眼都死不了。别废话，赶紧上路。好美的小姑娘啊，你这张皮子我很喜欢哦。好俊俏的小哥啊，这结实的臂膀，这冷峻的眉眼，比起那小丫头，我更喜欢你。你妹的，这画皮妖不会是个死基佬吧？小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呢跟我走，我就放过这个小姑娘，怎么样？你给老子滚！哎呀，小哥哥怎么这么粗鲁嘛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的本体是一张皮影。皮影，陈大哥小心！是吗？这样，我跟你打个赌，你让我砍3刀，如果3刀之后你还不死，我就跟你走，怎么样？哦，这可是小哥哥你说的哦。我说的。那好，来吧，小哥哥，快来砍我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看什么看？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是冲着你来的，我已经被恶心坏了，你得给我加钱。但人家是看上你了呀，给你加100两。小丫头，你是在侮辱吾吗？吾就值100两。行了行了，你好歹是一只千年妖，跟一个小丫头计较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小哥哥说的有道理哦。来，快砍我吧。哼。这个家伙就这么被陈官给砍死了。行了行了，发什么呆？这个家伙还真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赚钱。陈大哥，这周围太安静了，要不要找个由头，跟这死丫头再收点学费？这才多久，这丫头片子居然对危险这么敏锐了。不用理会他们。像，真是太像了。洛公主，其实你本不该来大周。别磨磨唧唧的，有屁快放，老子赶时间。你住嘴！这位镖人，本官乃宗人阁副阁主刘敬宗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迎洛离公主入京。他们是来接你的，怎么说？人有点多，得加钱。难道只要加钱，他就能与整个大周为敌？好，加10万两。这位镖师，滚！我陈官行镖，神鬼不义，给你们3息时间后退10丈，让开道路，否则我就当你们是劫镖之人。刘大人，这3，哼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大周宗人府面前放肆！2，小子，你怕是真不知道我大周宗人府的力量。这家伙竟然真敢动手！岂有此理！结阵！你们是想迎接客人也好，还是想擒拿反匪也罢，都去上京城里等着。等我将镖送到，雇主交接完毕，钱到账，你们想怎么玩随便。他是在执行镖人那古老的规则，镖在人在，
镖亡人亡，镖行之路，神鬼不济，让路！刘阁主，打扫战场，然后远远地跟着他们。是。陈大哥，你此举前去上京城，那狗皇帝很可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说说看，到了上京城，你打算怎么复国？陈大哥，你先答应我，知道后不要阻止我，不让我去上京城。那你还是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心里增加压力。你到了上京城，你自己看着办就行。王爱卿免礼，快说，刘敬宗那边情况如何？回陛下，任务失败了。什么？细说经过。刚传回的密报，刘阁主跟那镖人刚刚表明来意，那个镖人便突然发了疯，拔刀相向，当场斩杀宗人府赵宗老以及玄龙军130余人。那镖人为何要对我大周将士下此毒手？听说洛离那边加钱了。加钱？臣也不知是不是消息有误。据刘阁主传信，洛离一加钱，那镖人是直接将他们当成了劫镖之人。劫镖之人？镖人行镖确实有权利斩杀任何劫镖之人，可这规矩里却不包括皇朝的官方势力啊。洛北王那边呢？我们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看样子他们也想从那镖人手里抢走洛林，但因为我们的人先一步赶到，他们并未露头。至于现在，老臣也不知其动向。陛下，今日又有20尊千年大妖破出封印，祸乱各地。如今我大周23郡，郡郡告急，还请陛下早做定夺。宗人府白道然奉诏前来觐见。白阁主，我大周如今的局面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此劫可有解法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陛下问题不在于各地解封妖魔和前朝余孽，问题只在于您与洛离公主的态度。陛下要不直接派大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先将那丫头拿下再说。你真当洛氏余孽都是傻子不成？他们费尽心机放出这些妖魔，目的除了牵制我们，再一个就是防着我们对洛离动手。今日我们敢动大军，明日解封的恐怕就不是20尊，而是200尊了。陛下时间不多了，那丫头如今距离上京城已不足700里。那镖人与大周翻脸之事，想必躲在暗处的镇北王也已经收到了消息。陛下，时间不多了，有些事你是时候该给洛氏一个交代了。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好，那就有劳白阁主亲自去跑一趟了。朕希望那个丫头能来跟朕当面谈一谈。是，陛下。那个陈官连大周玄龙军都敢斩，他到底是哪一边的人？原本我以为他是苏敬言用来对付我的，可这怎么连他们自己人都砍？不图财，不图色，不图权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总不能真是为了那句收人钱财送人到家的镖行规矩吧？岂有此理！让这么一个家伙以一己之力就将我谋划100年的大计全盘打乱。一旦让洛离进了上京城，我这太傅的身份就会暴露，周天元必然会顺着我的身份将我这100年的布局连根拔起。到那时，我将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。盟主眼下首要关头，我们必须尽快做好接下来的打算。没错，洛离距离上京城已不足700里，而且他身后还远远跟着刘敬宗率领的玄龙军，等于我们之前给殿下安排的复国之路已经彻底宣告失败。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制定方案，传令下去，加派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洛离。盟主，那洛离也不过是前朝皇室瞬息的血脉，您也是啊。本王的命令，你们也敢质疑？不敢。传令下去，3日之内集结100万大军，各方郡城立刻响应，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洛离，做好大战的准备。是。丁，宿主坐地起价成功，发财了，60万两了。
走吧，距离上京城还有600里，估计等到了你就习惯了。看气息，应该还是那些前朝余孽。来人，打扫战场。本阁主这一路竟然成了擦屁股的了。我说你呀，能不能打起点精神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跟你那个好舅舅里应外合去造反夺位？怎么里应外合？我现在已经被大周皇帝的人盯死，还怎么造反？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好像这反造不成了，还赖我头上了。如果没有城关，别说造反了，自己能不能站在这里还是个问题。那条所谓的复国之路，即便最后走通了，坐上皇位的人也绝不会是我，因为这条帝王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对。可是这片土地，这万里江山，再怎么说也是我骆家的。陈大哥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去造反？我什么时候不想让你造反了？开什么玩笑！这2天我砍得那么带劲儿，现在可不能让他打了退堂鼓，否则自己这趟镖不是要打水漂。这小丫头就算不想复国，也必须得去复，这可是超级丰厚的任务奖励和超额的标点啊！陈官虽然爱钱，但当初毅然决然地护送自己进入大周腹地，实际上就是想用他自己的方式阻止我因为复国造成生灵涂炭的悲剧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有造反的能力。是白毛江煞，这是阴霰，是最为嗜血的一种存在，是由尸体异变而成，没有灵智，天生以活人血肉为食。这里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阴霰？先走。这是有人将附近的镇妖塔的封印破开了。不好，那竟然是阴霰白浆！快，封锁城门，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跑出去！这是要将这一城的百姓全都当成给这些白将的祭品吗？陈大哥，你能不能出来？不能！我可以加钱。那些当官的都不管，轮得到你管？你记住，老子是镖人，不是救世主。我有我的职责，你有你的造反之路。这些怪物没有伤害你，那就跟老子跟你没关系。你要真想救他们，就赶紧滚去上京城。又是我的好舅舅，又是他放出来的。我全都明白了，舅舅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简单的大军对垒，而是用这种堪比邪祟的手段，用全天下百姓的性命逼着大周皇帝妥协。他为我打造的这条复国之路，就是要用无数无辜者的鲜血，将我的心彻底染黑，让我变得冷血无情，能接受甚至是适应这种将万民视为刍狗的行事方式。这是什么刀法？不对，刀身上似乎附着了一种至阳至刚的气息。正是这种气息，天生就克制着白毛江煞这类阴霰邪物。这怕不是只存在于古老典籍传说中的存在。鬼兵，相传它是应劫而生，逆劫而来，使命达成后便消失，可不能被任何人控制。可他这把刀却半其未有消失，这到底是什么兵器？他不是冷血无情，是碰到这种事，如果让人求他才出手，
那样会使他心意难平。陈大哥，小心！要是靠你这黄毛丫头来提醒，老子脑袋早搬家了，还混个屁的江湖！大侠，有大侠来救我们了！大侠救命之恩！谢大侠，谢大侠救命！我们的力量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先撤，去看看那个人将我们放出来，到底要派给我们什么任务？多谢恩公，多谢大侠救命之恩啊！老天有眼，降下活神仙，活劈了这些吃人的畜生啊！要是您再晚来一步，我那刚满月的孙儿就要被生吞了呀！恩公，您是我们全家，是我们全城的大恩人啊！是啊，恩公，留下你的大名，我给你设长生位，让我子孙后代奉公。滚！耽误老子赶路，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全扔出去，喂那些白毛怪？是。好人、怜悯、大义，这三个词在这个妖魔乱世中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，也是我镖人的大忌。我只是个镖人，我不需要对天下人负责，只需对镖主负责。快走！恩公大侠已经走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去找官府。找官府？你瞎了不成？你没看到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官府，那是来封城让我喂的怪物的。唉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阴祟的可怕之处，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强大，而是他们体内那阴毒无比的尸煞之气。普通人只要被抓伤，甚至只是沾染上一丝煞气，便会在几日的时间变成只知嗜血的僵煞。若是不封城，放任任何人出去，一旦尸煞蔓延，到时候大周朝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镇子的危机，而是整个天下的尸山血海。来人，派快马去通知周边郡城，调遣镇魔司的高手前来清理现场。是。其他人跟上。陈大哥，我想暂缓复国，你能不能带我走？你妹的，老子的700多标点，老子那60万两白条，近在咫尺，你现在跟老子说不去了？哼！老子跋山涉水，不远万里陪你个死丫头走到这里，眼看就要到地头了，你说不去了？你逗老子玩呢？我，这些妖祟阴祟全是我舅舅放出来的，他们屠城不是为别的，
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恢复力量，帮他攻打大周，全都需要用这些无辜的百姓血肉来喂养。如果我再往前走，死的人会更多。即便是我父皇在世，他肯定也不希望我这么做。而且这皇位我也不需要用别人的命来换，我会亲手斩掉那个狗皇帝的脑袋。但我不想跟我舅舅掺和在一起。陈大哥，我知道一处宝藏，那是我父皇留下的后手，只有我能打开。虽说不是富可敌国宝藏，但可保你一生衣食无忧。你带我走好不好？去哪里都可以。不行，我要的是标点，不是钱。早知道就不该给他灌那种什么人间疾苦的心灵鸡汤，就该让他一心一意的想着杀回上京城，当他的女皇帝。不过我也早有预料，这个丫头原本就不是那些人用来造反，她现在这种心态才属于就这个年纪本应该有的心态，但她注定只能向前，不得退缩。洛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造成这一切的因果到底是什么？因果？我不知道什么因果，我只知道我舅舅的野心很可怕。洛瑶，我告诉你，放弃复国，远远比你去复国要更加艰难。从你当年被送出皇宫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被人推进了这个叫江湖的漩涡里，因果早已经落在了你的头上。你既是你洛家血脉最后的希望，也是那大周皇帝眼中钉肉中刺，同样也是你那位舅舅的拦路石。你不死，他们都睡不着。我知道今天这座城里的惨状确实并非你所愿，但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是紫霄皇朝的末代公主，那么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这样的事情都还会发生。你逃不掉，也躲不掉。以我身上的秘密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放任我活在世上。哪怕我放弃复国，也必然会招来无尽的追杀与追捕。你之前说你父皇被害，乃是你舅舅告诉你，但有些事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是啊，我对于国家的仇恨和未谋面的父亲这一切的认知，全都源于那个强势的舅舅和爷爷的只言片语。我从未亲眼见过，万一……我还以为你会等到这丫头冲到上京城，砍了大周皇帝的脑袋，才肯跳出来呢。在下大周宗人府阁主白道然。此人名声如雷贯耳，乃大周公认的第一高手。传说曾以一己之力镇压过一头为祸人间的蛊魔，那是足以毁灭一国的人间灾难。能镇压蛊魔，此人的实力可想而知有多恐怖。标人陈官，陈官，若你不姓陈，我几乎都要怀疑你才是真正的洛氏遗孤了。也不无道理。若是陈官来谋划复国，以他的帝王心术和那深不可测碾压一切的武力值，10个大周狗皇帝恐怕都不够他砍。幸好你不是洛氏遗孤，否则我大周恐怕真是十死无生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不过这也很可能是那大周皇帝家祖坟烧的香比较高，幸好没让我投胎在洛氏皇家。也幸好周天元他的祖坟选得好，才能让你护送公主殿下入我大周，否则别说一个大周皇朝，此刻整个天下恐怕早已是生灵涂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陈官有这么重要？很荒谬，让我觉得他才是那个真正决定整个大周命脉所在的关键人物。哎呀呀呀，你这可太抬举我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夸了，你再夸我就要飘了。其实我今日前来并无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来给这位师妹讲一个故事。师妹？
说来话长了。北海有一鬼族，其名为影，乃是受天地眷顾的宠儿。这一族之人，不仅血脉天生便具备净化世间一切诡异的能力，而且族中男子个个英俊潇洒，女子更是倾城倾国，万里挑一。100年前，影族曾派出一名圣女，行走于我荒渊之地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结识了一名刚刚从十方沼泽镇压妖魔归来的皇子。二人私下产生情愫，洛天红便将那位圣女带回了紫霄皇朝。那位圣女展现出了不似凡间的才华，短短3年时间，她便帮助当时处在夺嫡弱势的洛天红取得了绝对的优势。但也就在那个时候，紫霄皇朝周边突然被无数嗜血妖魔袭扰，边境危急。迫于无奈，那位圣女以一人之力镇压了整整1500头嗜血妖魔，驱赶了近100只鬼祟，令那蛰伏于深渊的古神不敢动弹分毫。最终，洛天红便凭借着这无人能及的赫赫战功，坐稳了紫霄皇朝的皇位。然后呢？你可知，那为祸边境的1500头嗜血妖魔，为何会突然袭扰皇朝？皇子夺嫡，不愧是影族血脉，一点就透。没错，原本洛天红是所有皇子中最没有希望坐上那个宝座的一位，但就因为这位圣女的出现，彻底打破了所有皇子心中的预想与平衡，所以便生出了歪心思。在圣女显现血脉之后的某一天，皇宫之中突然来了一群神秘人，强行带走了那名影族圣女。这给了洛天红一个沉重打击，他发誓要亲自接回影皇后，于是便走上了一条变强之路，彻底沉迷于修炼与征战。在影皇后离开后的那10年里，他竟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再次镇压了1000多头从十方沼泽踏出为祸人间的大妖大魔，也因此与那十方沼泽里的古魔产生了交易。紫霄皇朝的灭亡与这些被镇压的妖魔有关？是，但也可以说不是。那影族圣女当时都被带走了，这小丫头片子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影族圣女的离去，使得洛天红将一切精力都放在变强之上。那些本已放弃皇位的皇子们，心中再次生出了不该有的野心。是那被镇压的那些妖魔？没错，那些残暴的阴祟，还有那画皮妖白江，这些都是你母亲当年镇压的妖魔其一。而你父亲镇压的那些，大多来自十方沼泽。说白了，你父亲与沼泽古魔之间只是一种交易，那些妖魔是他用来牵制古魔的体牌。但这种交易毕竟是一柄双刃剑，于是那些皇子便暗中勾结了十方沼泽里的敌对妖魔。所以我父亲是死在这些妖魔手中？不是，这些妖魔只是一个引子，关键点便在于你母亲镇压的那1500头残暴妖魔。你本不应该出生。因为你身负的影族血脉是那些妖魔鬼怪的天生克星，也是那影族绝不允许出现在外地。一旦他们发现影族血脉在外被分散，整个大洲都将危矣。当初你母亲为了防止给紫霄皇朝带来灾难，在你出生之时，她便提前将你彻底封印。她离开之后，那镇压那1500头残暴妖魔的任务就继承到了你这个拥有镇压血脉公主身上。只要你在紫霄皇朝的国都之内，那被镇压的1500头残暴妖魔便会永世安分。但就在你父亲一次领兵出征之时，你被人偷走。你刚离开国都，那座镇魔地宫的封印立刻减弱。1500头残暴妖魔当场暴动，直接挣脱出了200多头，造成整个紫霄皇朝动荡，浮尸百里。你父亲得知这个结果，当即命令国师苏敬言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你，他自己则亲率100万大军开始镇压那流窜出去的200多头残暴妖魔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加深了地宫封印，花费了整整3年时间，斩杀了其中100头挣脱而出的阴髓，最后的100头也被他尽数捕获，凭借一己之力硬生生镇压了这场动乱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他准备将那100头妖魔重新封印的那一日，他最信任的哥哥洛文渊携带十方妖魔偷袭，导致他遭到严重反噬。不好，镇府关守！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脾气还大得很，气得血脉都开始暴动了。你先听人把话说完再生气。这竟然是镇压之力。继续说吧。洛文渊为了坐稳那个皇位，谋害你父亲，又将整个洛氏皇族屠戮一空，
让他成为你之外的唯一继承人。不过，洛天红能坐上皇位，自然不是庸才。他提前留了一个后手，便是他的亲信，也就是当时的30万镇妖军的司主周天元，以及他与十方沼泽交易的底牌。当时的周天元正在外执行任务，等他回来时，便收到了你父亲留下的一封密信。周天元按照密信，动用了你父亲留下的那300头大妖，将洛文渊的势力一一瓦解，最终驱离上京城。可这个时候，皇位已无洛氏血脉继承，他便应了你父皇密信临终所托，暂代皇位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苏静言也终于找到了你，但你已经不适合返回大周了，因为影族终究发现了你，并派来了使者。为了保住你这唯一的皇室血脉，周天元与苏静贤只能跟洛文渊妥协。3人之间达成了一个约定，约定中，苏静言带你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，防止影族的清除。周天元暂代皇位，放弃追杀洛文渊，以换取他不再作乱，不将你存在的消息告诉影族。而那镇北王洛文渊也刚好需要时间重新发展自己的底蕴，于是便同意了这个约定。最终3人便以你解封为界限，重新划定那个护卫。而你解封的时间为期是100年，刚好就在16年前到期。原来我准备了16年的复国大计，我坚守了16年的国仇家恨，从头到尾，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原来洛文渊早已设下死局，若洛离不肯顺着他的复国之路走，他便泄露洛离的踪迹，引鬼影族清洗家族血脉。苏静言为保住洛氏最后火种，只能妥协，任由洛离踏入圈套。而我就是他苦苦找寻的破局之人。苏月当初在标路上百般阻挠，原来并非刻意针对，只是不愿让洛离落入既定死局。一旦洛离体内的镇压之力被洛文渊利用，那些被封禁的妖魔尽数破封，届时不止大周皇朝，整个天下都将生灵涂炭，迎来末日浩劫。所以那个暂代皇位的大周皇帝，如今屁股坐热了，就不想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谁知道呢？人心最是难测。我奉师命留守大周，本就是为了等待师妹归来，将这段过往讲给她听，顺便将她母亲的遗物交还于她。如今我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，接下来的路如何抉择，便全看师妹你自己了。你老师是苏静言那个死鬼？我老师他最近可好？他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道？我已是天象境修为，竟然连他随手一拍都扛不住。他此刻应该正和洛天红在地府凑一桌下棋呢。你与我老师有过节？过节？那个死鬼用20两银子就把老子从大云皇朝忽悠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你说我跟他有没有过节？20两银子就敢趟这九死一生的浑水，当真是个狠人。出发前爷爷交代过，当年他将我血脉解封的信物交给了一位亲信，待我到达上京城，那人便会交给我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定又是受洛文渊的胁迫，把这最重要的一环扣在了上京城。可恶！哎，你说这些废话干嘛？瞅给他气的。师命难违，所以说这个小丫头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灾难，对吧？影族能被称作上天的宠儿，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血脉拥有净化诡异的力量，更恐怖的是那血脉深处的传承之力，那股力量能封印与解封世间妖魔。我刚刚交给洛离的这枚玉佩，正是解开她身上封印的钥匙。难怪这丫头平日里又笨又弱，毫无亮眼之处，原来是血脉之力一直被封印，从未解锁。行，那我也走了。下，真正强横的力量藏于血脉传承，如今人族血脉稀薄，早已没了上古神威，反倒妖魔鬼怪能完美传承种族力量，这也是人族弱势的根源。而影族便是拥有顶级血脉传承的一族，洛离的血脉含藏诸多恐怖能力，可别一时冲动引发天下大劫。算了算了，跟我无关，我只是个过路的镖人，本职就是把这丫头平安送到上京城，后续如何与我无关，反正只要酬劳到位，万事皆休。阁主，为何方才不将他们留下？我为何要留下他们？陛下的本意便是让他们入京，你们直接前往上京城等候即可。啊，阁主，若真让他入京，万一他与洛文渊会合，我大周江山岂不是岌岌可危？行了行了，那你去了。陛下的旨意，所有的内情我都已经尽数告知，听与不听皆是你们的选择，与我无关。往后莫要再来烦我，否则我的良心会痛。刚才听白道然的意思，洛离的杀父仇人是洛文渊，
那问题来了，我现在的任务是护送洛妖去见洛文渊。洛文渊万一突然蹦出来要结镖杀人，我到底是砍还是不砍？有好几只是刚才在城镇中大开杀戒的紫府境大妖，可恶！陈大哥，你躲远一点，这次交给我。你确定？那你自己解开封印吧。放心，你伤不到我。我去，这影族到底是个什么逆天种族？别说，还真挺好看。这个小娃娃是那个影族的人，姓洛的那个家伙，他不是说影族女人已经被人抓走了吗？该死的，我们都被那个家伙给耍了！不好，快动手，绝对不能让他释放净化之力！这就是净化之力，确实是不讲道理。这个是死亡之力，镇关手。就这，弄死几头妖魔就把自己给干废了。明明20两银子就能搞定的事儿，非要自讨苦吃。现在好了，还害得我们损失了2头日行千里的坐骑，这到底是仙女还是魔女？刚才那股带着圣洁气息，说她是9天玄女下凡都不为过。可现在说是9幽魔女降世，都有些贬低了她。这股力量丝毫不比那些顶尖的邪祟妖魔差，甚至犹有过之。难道净化之力的死对头便是死亡之力？难道一旦过多的动用净化之力，便会导致另一股力量失控爆发？这也就说得通影族在世间根本不显的原因了。他们虽然拥有这种堪称逆天的力量，但伤人的同时，也必然会伤到自己。原来桃花仙和喜儿他们所说的万劫不复，指的是一旦让这个丫头被仇恨冲昏头脑，过度动用体内的净化之力，那么她体内积攒的死亡之力便会在顷刻间爆发，将万里河蛇化为灰烬。这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灭世灾难啊！你真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弄死的，你没看见？赔钱！你看看你现在这鬼样子，离我远点，别吓到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丫头不像是装的呀，难道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这血脉之力解封后还有2种形态？陈大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了？这还不是你自己作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的血脉传承里根本没有这种记载。没有？难不成他这个影族人不小心长歪了，变异了？亦或者说是中了某种邪恶的诅咒？这好像真是一种诅咒。这丫头的血液竟然全都变成了令人心悸的纯黑色，这个丫头搞不好真要成什么9幽魔女了。陈大哥，我这样子还能变回去吗？你这本就是你应该有的样子，你让我怎么给你变回去？可你刚才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，我身上那股奇怪的力量不就消失了吗？你真当我是神仙，无所不能啊！当初绑定系统获得了3种奖励，第一是无坚不摧可以不断升级的斩马刀，第二是万法不侵的标人体，第3就是这镇压世间一切邪恶的镇关手。可他这力量正在不断变强，如果爆发瞬间扩散开，所过之处万物殒灭。那陈大哥，是不是这种力量再爆发，你还可以帮我镇压？镇压？镇压不要力气啊！我可以加钱。这倒不是加不加钱的问题，不过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
我也不能驳了你的面子。正好，咱们先把之前的账给结一下。被你弄死了3匹宝马，替你镇压了2次死亡之力，前边这个就当赠送。接下来，只要你这死亡之力爆发，给你镇压，就收你1000两吧。我不信他没有办法解决我身上的问题，肯定是钱没到位。800多标点了啊！这一旦交了任务，升到天象境，还有他陈官买不起的东西。走走走走。距离我的人生巅峰也只差这最后的400里路了。小伙子，你们这是要去上京城？对，去上京城办点事。去不得，去不得呀！为什么？你这……老伯别怕，我这妹子是中了毒，正准备带她去上京城拜访名医呢。上京城现在去不得了呀！听说城里关押的那些妖魔全都暴动了，城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支大军，正在攻城呢。难怪这关键的几百里没有任何人截杀，原来在前边狗咬狗打起来了。多谢老伯仗义直言，这些银子你拿去给乡亲们分的当路费吧。真打起来了。陈大哥，我这股力量好像一沾染到鲜血就会变强。哼，不对，我本不想将周天元想的那么坏，也不想将洛文圈想的那么无情，但现在不得不承认，这2个家伙都不是人。他们都知道这丫头身上的古怪，都知道这个傻丫头只要不断的吸收血气，就会加速激活她身上那诅咒，也知道这诅咒一旦被彻底激活，这丫头便活不长了。他们都等着利用这个丫头生命中最后的一点余热，去灭掉对手，去扫出对手手中他们无法扫出的底牌，好让自己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上那个位置。陈大哥，我体内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一种血脉诅咒，这应该是你们影族为了防止血脉外流，特意种下的一种血脉诅咒。它就藏在你的血脉深处，18岁便会彻底爆发。这既是一种保护自家血脉不被玷污的极端手段，也算是一种对胆侵犯影族血脉之人的终极报复。陈大哥，送我去上京城吧，我想去看看我父皇。想好了，去上京城。一旦诅咒爆发，万里之内万物隐灭，寸草不生。你不是说我只有1日可活吗？我现在只是想去我父皇的坟前看一眼，离我父亲近一点。如果我身上的诅咒你真的压制不住了，我希望在彻底爆发之前，你能亲手用你最快的那一刀，让它永远不要爆发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但得加钱。陈大哥，这个给你，这是一张藏宝图，里面的财物足以让任何人一生都用之不尽。你以后就不要再走镖了，即便是这10朝，也不过这个妖魔乱世的沧海一粟，太危险了。老子不要空头账，就算你要死，也得先把欠老子的账还清了再说。陈大哥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死呀？不，你死得越早越好，免得到时候惹下大麻烦，把我的名声一起搞臭了，让我以后接不到生意。反正你不接这藏宝图，我就当你舍不得我死。哼，你少臭美了。还嘴硬，不然这可是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，你为何不接？如果我不是什么洛家公主，不是什么影族血脉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野丫头，那该多好。还嘴硬，不然这可是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，你为何不接？如果我不是什么洛家公主，不是什么影族血脉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野丫头，那该多好。这场惨烈的攻城战，就是为了洛离而打。
为了制造足够的血气，彻底引爆他体内的诅咒之力。阁下何人？路人。滚开！